经济的问题不是日本人不努力，而是努力了看不到未来，索性就佛系了。不买房不消费就不会有经济问题，没有经济问题就没有生活压力。但是这种佛系却压垮了日本经济，不消费，经济就没有流通，经济不流通，企业就无法运转，企业无法运转又会导致员工的工资进一步被压缩。日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对日本经济丧失希望的表现。日本无力改变后，只能赌注奥运会，希望借机解决这些问题。这或许是日本最后的殊死搏斗，但正如日媒自己评价的那样，如果用得不好，或许会成为压垮日本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上期给大家讲了日本奥运会背后的野心，讲述了日本希望通过能源改革重新领导世界科技的厚望，但有一小部分人表示不赞同，日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他们能在夹缝中求生就不错了，凭啥引领世界？这句话本猫只能认同一半，没有能力不代表没有野心，日本的野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二战时期的工业，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以及如今的科技，日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几乎从未放弃成为亚洲乃至世界领头羊的机会。这么说大家可能有点懵啊，我一个个解释给大家看。先看下二战时期的工业，在二战前，日本提出泛亚主义，目的是联合亚洲国家建立新的秩序。泛亚主义非常的空洞，有点像我们以前说的打倒地主。他当时所处的背景就是欧洲长期殖民亚洲，掠夺资源和财富，让整个世界苦不堪言。而泛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联合亚洲国家摆脱这种殖民。于是他们先后提出脱亚论、泛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主义。脱亚论的意思是中国、朝鲜等其他国家发展太过落后，日本很可能被拖累。为了日本的前途，故而要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和建设，这样就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当然，必要的时候可以以强行霸占的方式。这句话怎么有点熟悉呀？像不像漂亮国那句“你们不自由，我派军队来帮助你们实现自由”？唉，我只能说，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当然，如果日本直接宣扬这样的政策，自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抗，别人也不傻，凭啥让你白嫖，对吧？于是日本就有学者又想出了另外一些办法。他们先是对其他亚洲国家说，那些欧洲来的强盗真的太坏了，就知道抢劫，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有技术，你们有资源，我们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建立一个相互尊重、彼此独立的亚洲联合体。这就是后来的泛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当然具体比较敏感，我就不多说了。然后等其他国家慢慢开始信任了，日本就立刻翻脸，开始集合兵马，操起兵器，用军事和其他国家讲道理了。当然，一边讲一边收割资源到日本，给自己发展工业也是少不了的。别人只是入室抢劫，他们是抢完了还要霸占别人的家。不得不说，这很日本。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在控诉谁，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论任何时期或者找出任何借口，日本想当大哥的野心与努力从未停止过。在19世纪末，日本提出的泛亚主义其实就是将日本定位为区域领头羊，其他国家只能是日本的资源输出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甚至不惜强占别人的土地。后来失败了，军事这套搞不定了，产业理论又出来了。日本学者针对日本产业发展设计了一个验证模型的发展规划。这个模型我曾经科普过，它是日本学者赤松耀在1935年提出来的。在这套模型中，日本充当产业的领头雁，亚洲其他国家只能做中雁和尾雁，承接日本落后的产能。说白了，其实就是共荣圈的和平版本。所以我说，日本其实从未放弃过成为亚洲领导者的野心，只是迫于形势换了一种方式而已。野心朝着积极的方向，就是代表着努力与奋进；一旦走错方向，就是激进与偏激。从奋斗的角度来看，日本这个民族是值得别人尊重的。但是从日本的行为来看，日本大多数付出行动的野心，往往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比如二战时期，为了自身的战略，日本掠夺了其他亚洲国家的资源，并偷袭了美国的珍珠岛。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刚刚在科技领域站稳脚跟，就敢打出口号，卖掉一个东京，买下整个美国。本毛只能说 no 做 no die。我总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个定律在日本身上也是如此。日本的野心一向不小，可每一次都被叫做人。不过在每一次崛起之后，他们都会忘记痛楚，卷土重来。但是你不得不佩服的一点是，不论日本失败了多少次，他总能在后面不断通过自身调整，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次的奥运会也是如此。他的目标或者说野心其实非常明确，就是要回到80年代亚洲经济领头羊的地位。2013年9月，东京成功申请奥运会后，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发布会上表示，希望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能够像1964年东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一样，拉动经济增长，让日本摆脱通货紧缩和缩小意识的经济。此后，安倍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奥运会就像经济政策的第4支箭一样，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这边大家可能会好奇，奥运会不都是亏钱的吗？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呢？第四支箭又是什么？其实这两个就包含了日本的经济文化困局以及日本面临的绝境，所以本猫也会通过这两个方面带大家读懂日本为何将经济押宝在奥运会上。日本经济困局寄托在奥运会上是有历史因素的。早在二战时期，日本与美国就是对手，结果战败后，日本国内军事不仅被美国接管，工业和经济也极度依赖美国。角色的转变让日本国内的民族士气极度颓废，对外的国家形象也因为战败国的地位一直处于比较负面的状态。为了日本新干线铁路、首都高速铁路、东京地铁、东京高架单轨电车等知名交通路线，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其中，日本知名的新干线铁路就是日本奥运会时期基建的代名词。新干线高铁，很多中国人至今都很熟悉。1978年，中国伟人到日本访问时，就是乘坐光号新干线去的京都。当时他的评价是，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也正是这次邂逅，中国与高铁结下了缘分。当然，这里不是要讲中国高铁，而是要说明一件事：当时的新干线在整个世界都是高科技的代名词，属于日本的一个可以打开外交的符号。新干线的前身是日本在战争时期一个名叫子弹列车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处于搁置状态。1959年，日本为了奥运会的基建计划，重新启动该项目，并且提出3小时大阪到东京的构想。这一设想遭到了日本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铁路是夕阳产业，而且会浪费国家财力，变相削弱国家实力。日本政府思考再三，还是决定为了奥运会大开绿灯，于是力排众议，不仅同意了这个构想，而且还要求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完成。新干线工期原来是5年，结果只用了3年时间就突击完成了，全部工程费用高达3800亿日元。新干线铁路的最高时速达到了210公里，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投入商业运营的高速铁路系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高速铁路，当之无愧地成为日本高科技的符号。日本新干线铁路不仅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对日本的看法。改变有多大呢？在1958年时，日本著名小说家阿川弘之曾对日本的交通道路是这样评价的：本来以为在日本旅行最好用吉普车，结果亲自体验后才知道，在日本旅行你要准备水陆两用的战车才行。这当然是夸张的写法，但是也说明了日本当初的基建有多差。可仅仅5年时间，日本就改变了所有人对日本基建的看法。凭借着新干线以及其他同时期建成的交通网络，一举改变日本的基建水平。东京也借此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当时世界在形容日本的基建速度，用的是和中国速度类似的新时代速度。这就是日本给世界准备的一份礼物。1964年10月，科技体验、全新的民族士气都借助直播向全世界展示了日本的科技与实力。奥运会大获成功后，日本一扫以往的颓废，对国内外都起到了经济推动的作用。在国内，日本凭借发达的交通网络，带动日本国内现代化进程，加上国内民族士气空前高涨，日本许多科技领域因此腾飞。奥运会让世界认识了日本，同时也为日本打开了世界的大门。这些效应又反射到国外，在国外，日本先进的新干线以及奥运村、体育馆等建筑，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日本科技与基建水平，一改以往日本战败国的形象。日本的企业也借此吃到了出口的红利，日本的汽车、家电以及其他工业品开始走向世界，整个日本国民经济都在开始突飞猛进，甚至还因此诞生了奥运会景气这个名词。1978年，日本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这就是安倍说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刺激了经济增长，他可以说一举改变了日本整个国家的命运。那么问题来了，安倍的第4支箭又是怎么回事？这事儿还要从日本的辉煌与经济泡沫说起。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经济曾经非常的辉煌，但是很多人对日本曾经的辉煌没概念。我说2件事儿，大家就知道了。第一个是日本在科技上的巅峰，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工业和科技不断发展，甚至一度将电视、空调、汽车等工业品反向输出到美国，把美国企业甩在了身后，甚至连高端的储存芯片市场份额都占到了80%以上。在日本科技企业的巅峰时期，他们都敢扬言要收购美国的顶尖科技公司，然后美国这下忍不了了，对日本发起贸易战，两国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日本工业出口开始降温，但是日本的金融开始发威了，然后就有了第2个经济巅峰，日本东京房地产泡沫。为了拯救日本的贸易出口，日本开始大量印钱，实行量化宽松，意思就是让企业去银行贷款购买日本国债，日本再用国债去投资实业。结果日本实业没搞起来，日本那些多印的钱反而流向了金融市场，金融倒是开始起飞了。日本金融的主要战场就是东京房地产，投资者认为东京将会是亚洲的经济中心，乃至世界未来的经济中心，所以东京房地产价格的天花板是宇宙，甚至连宇宙也盖不住。于是房地产被各种资本炒到了天价，
最贵时比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还多出不少。当时东京20多个区的房地产价格总额在资本的炒作下，竟然比整个美国房地产还要贵。日本自信心爆棚，开始得意忘形，甚至有人喊出卖掉日本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的口号。当然，很快日本就乐极生悲，日本的国债越来越多 ，GDP 开始遇到麻烦。90年代开始，日本 GDP 不但没有像以前那样疯涨，甚至还从最高峰的5万多亿美元下降到4万多亿。东京房地产泡沫就这样被戳破，购房者背负了巨额的债务。此后的日本经历了第一个失去的10年，然后又朝着失去的20年前进。近30年来，日本国内 GDP 一直处于增长停滞的状态。作为对比，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在数十年间增长的十分迅猛，已经将日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为了拯救日本经济，日本尝试了很多种方法，甚至连首相都频繁更换，试图找出适合日本的经济政策。从1990年到2001年，日本在10年左右换了9位首相，平均每位首相在任时间仅为1年。各种政策都尝试了个遍，结果还是没办法解决经济问题。直到小泉与安倍的出现，日本政坛才稍微稳定了一点。2012年，安倍在第2次上台时提出了量化宽松、扩大国家开支、结构改革，俗称3支箭政策。结果3支箭政策非但没能拯救日本经济，还让日本的国债越欠越多。日本有望朝着失去的30年路程继续前进。2015年，安倍又提出新3件政策，大致意思是通过货币宽松政策、鼓励生育、大搞基建来解决人口老龄化、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拉动投资。但是实际上这些政策并未带来太大的改变。可惜这3个政策都失败了，所以安倍就想到了利用奥运会来拉动经济增长，因此被称为安倍的第4支箭。这就是第4支箭的来源。在安倍看来，这支箭的目的就是摆脱通货紧缩与缩小意识的经济。啥是通货紧缩与缩小意识呢？其实很好理解啊，这与日本的经济文化有关系。日本崇尚小而美，做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精益求精，样式都比较小巧可爱。这种崇尚更小的文化被外人称为缩小意识。缩小意识曾经被日本发挥到极致，不管是文化还是科技或者是工业，都做到了精益求精的态度，让日本技术与产品往往能与高质量挂钩。但是坏处也很明显，缩小意识也使得日本人在面对问题时产生了避免碰撞的逃避行为。比如日本面临经济问题，日本人更偏向照顾好自己，而不是家庭或者国家，导致日本人结婚生孩子的意愿减少，也不愿意花钱来规避经济危机。比如日本啃老、吃住网吧、单身主义等等，都是这些行为。按照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佛系生活，是我躺下了你随意的状态。而经济的问题往往就是花钱的问题，不花钱，经济就无法流通，生产的产品就没人买，产品没人买，企业就没有利润，企业没有利润就开不出工资，国家经济就没办法增长，只能再借钱帮企业度日。但是人们又不买单，经济问题再次扩大，如此循环就造成了致命问题，国家无论出什么政策都无法拯救经济，因为民众都不买单。这种意识就是缩小意识的经济，而这种经济现象就叫做通货紧缩。当然大家可以简单理解，就是你卖的再便宜都别想叫我花钱。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啥日本压住奥运会了吧？原因就是为了刺激消费。其实日本的孤注一掷也并非没有道理，日本目前遇到的情况和战后的日本国情还是稍微有点像的。比如在国民信心上，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经济其实归根到底是民众对日本不信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日本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无法解决问题就意味着工资没办法增长，多花钱就意味着未来没有保障，所以就陷入了民众不花钱，企业没利润，国家经济不流通的尴尬境遇。这种缺乏对国家的信任和2战后战败国的国民士气非常像。除了士气外，还有基建方面。日本在1964年的奥运会改善了基建状况，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50年了，基建的定义早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参考中国对新旧基建的定义，不仅包含了道路交通，还包含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等。那么日本在这些基建面前呢？我只能说惨不忍睹。我给大家讲2个疫情期间的案例，大家就知道了。2020年5月份时，日本的疫情统计出现了多次漏报、少报事故，原因是日本落后的统计方式。在疫情的前期，日本东京都政府疫情统计采用的是层层上报，最后统一统计的方式。但是他们的统计方式竟然不是用电脑，而是靠着传真机来传送和统计疫情数据。每张纸上都会有1名感染者的具体信息，而每天的纸张数量就代表当天公布的东京新增确诊人数。所以负责统计的东京新冠疫情对策总部就需要清点这些纸张数量来统计人数，特别容易出错。因为对策总部的传真机只有2台，每台的处理能力上限仅为300人。另外一个统计机构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疫情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是每晚过了12点，厚生劳动省委托的外包公司会到47个都道府县的官网上采集确诊数据，然后用人工，也就是手算出全国的确诊人数。
厚生劳动省就相当于是国家的卫生部，一个国家级别的部门，统计数据竟然用的是人工计算，确实足够魔幻。其实魔幻的不只是日本政府部门，还有学校和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日本小学生停课在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实现网络授课。瑜伽企业给顾客线上指导，竟然用的是语音，因为没有直播。这些问题直到被日本民众吐槽，才慢慢得到解决。为什么如此发达的日本，却在这么重要的时刻落后这么多？其实做下对比就知道了。2021年，日本的无线覆盖率仅为40%出头，中国光纤用户渗透率就达到了91%，稳居全球首位。移动4G 用户总数达到了12.3亿户，规模全球第一。这就是日本急于改变基础建设的原因。日本基建不仅面临旧基建老化问题，还面临新基建无法跟上世界脚步的问题。在数字化、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基建方面，日本是全方位的落后。连同移动支付、电动车、云计算等新技术，日本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啥都没捞到。所以很多人都戏称日本点错了技能树，总是在歪的道路上越走越歪。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申奥成功后就急于开启基建潮一样，就是希望像1964年那样，借助奥运会的契机改变整个日本的基建面貌。那么日本改变经济和基建的目的能成功吗？如果没有爆发疫情，那么我们还可以说日本正在争取。但是自从遭受疫情冲击以来，我们就可以断定日本的这些梦想正在慢慢远离它，这不是没有道理的。2016年，日本提出了超智能社会5.0计划。这个超智能社会5.0的野心有多大？我说几个对标体系，大家就知道了。它与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是同一个概念，但不同的是，它的覆盖范围更大。它包含了工业生产、物流交通、健康医疗、金融服务等各个方面。日本试图借助这个计划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帮助日本摆脱佛系心态。但是它成功了吗？并没有。说起来，这又是日本的一个大国战略、小国悲哀的项目。下期有机会再给大家讲讲。现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论是工业、基建、科技、医疗服务，日本都很难做到比其他人更好。比如上面说的数字化，日本在20年前就推出了数字化转型，并在13年申奥成功后就加快了布局数字化转型。但是在20年后，数字化转型的成果竟然连疫情统计都做不好，而这还仅仅是日本困局中的一种。还有医疗领域，日本疫苗迟迟无法攻克，也是最大的证明。日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赌注奥运会或许是日本最后的数次搏斗，但是正如日媒自己评价的那样，如果用得不好，或许会成为压垮日本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日本出现太大的问题，毕竟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更稳定的周边环境。最后也祝日本尽快摆脱疫情，做好奥运会活动。我们下期见。